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在美国的在中东的美军危险了吗？因为现在啊，他们的基地啊都被炸了。好，我们来看到啊，伊朗呢第83波空袭了这个以色列的石油仓库，还有部署区，还有更多的是什么？是美军基地啊，像是这个达夫拉啊、乌代德，还有阿里萨利姆等等的。那么他们也说了，这次行动呢，动用了精确引导飞弹，还有多弹头飞动系统，还有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伊朗的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说了，自美伊冲突以来呢，地区内啊已经有17个美军基地都被摧毁了。那么，以色列呢有1321人死亡，美国则是有600至800人死亡，近5000人受伤。甚至他还说什么？我们成功的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去摧毁了巴林基地内的爱国者系统雷达、P8侦察机机库，还有燃料补给库啊、MQ9死神无人机机库，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空军基地、卫星通信电线。所以现在呢，你们的无人机侦察通通都被我们给毁掉了。好，那现在呢，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伊朗支持的民兵啊，近日呢在伊拉克以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了美军基地哦。来看到啊，黑鹰直升机还有防空雷达都先后的遭到了击中，这个呢就成为已知首例的此类攻击案例。所以啊，现在呢，自杀无人机真的是直接打进了美军里面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啊，就是不是因为这个怕死伤人数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现在也开始使用这个无人的系统。首见美军在伊朗战争中呢，是动用了无人舰艇来执行海上巡逻任务。这个国防部也证实了，说呢，美国在伊朗的战争中部署了无人快艇。这个呢，是华府首次证实在实际冲突中动用了这一类的无人舰艇。那么这类无人舰艇呢，可以用于侦察，也可以用来自杀式攻击。而且同时怎么样呢？美国呀一直传出要来向中东地区派遣10000人的地面部队，就是希望呢能够去加强在谈判上面的一些施压。美国的国防部就已经考虑啊，甚至是已经陆续在派了嘛，要派遣多少？10000人的地面部队。那这支地面部队呢，就可能包括了步兵啊，还有装甲车辆已将增援在部署该地区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以及第82空降师的数千名伞兵。但是你要派10000人部队，那么伊朗就说了，我们啊有100万人。他们说呢，我们已经组织超过了100万人，就是要为你们这个地面战斗来做准备。那近几日啊，大量的伊朗青年也向巴斯基民兵，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陆军中心去提交参战申请甚至呢，现在伊朗也去呛美国，做出了 AI 影片来看他们说要怎么样，要炸自由女神像，要为所有人复仇。那么俄国的媒体呢，也纷纷来转传这一段 AI 影片。影片呢是以为所有人复仇这个沉重的标语作结啦。那么影片的画面是穿插了许多的历史事件片中还出现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还有已故将军仰望天空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呛。但是呢，现在达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弹药告急了吗？来看到美国的陆战战术飞弹系统以及精准打击飞弹弹药库存可能呢会在4月12号前消耗一空。更惨的是谁？是以色列。传出以色列的剑士2型还有剑士3型反弹道飞弹的库存只能够撑到27日。27日不就是今天了吗？好，那另外来看到当这个赫格塞斯在谈论伊朗战争的时候，川普好像有点累了吗？你看到没有？旁边呢就是赫格塞斯在谈这个伊朗战争结果川普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睡着了的样子他真的是累了吗？这场战争呢，我们的川普已经打到快要睡着了，但是我们的伊朗可是举国清醒说要跟你拼了那这样子下去的话，还能打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
美国完全没有想过啊，他会跟伊朗打成一个消耗战啊，这不是美国的剧本。美国在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之前，他认为啊，这个前一波的攻击杀死了这么多的成功的斩首行动，伊朗应该马上就屈服了，或者是伊朗的人民就应该站出来去推翻他们的政权。这些的剧本，这些的推想，全部都没有实现。那也就是说，不是根据的美国的脚本、美国的剧本走的。那现在的情况就已经美国逐步的走向了跟俄罗斯一样。俄罗斯当初在打这个乌克兰的时候，他也是希望能够用强大的这种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很快的就把乌克兰的这个抵抗意志就屈服了，他很快的就能够占领整个区域。可是他没想到说这个战争一卷就卷到了4年那现在对于这个美国来说，他也开始面临这个战争是不是会卷得没完没了。那现在为什么美国开始在调整，他不再用这种昂贵的精确制导的导弹去攻击伊朗的这些军事目标？因为如果按照中央司令部所说的，说我们已经打掉了伊朗1万个军事目标。可是这个1万个军事目标，《华尔街日报》他们有在问了一下，说那你的计算的基准是怎么来计算？就说你怎么说你把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掉了1万多个那中央司令部的计算的基准是这样子：对一栋建筑物或是一个军事目标，掉一个弹就是算一个军事目标了。同一栋建筑物如果打了5个弹，那就是5个目标。其实还是同一栋建筑物，可以这样算这个很特别，但是就它的计算基准来讲，就是一个弹打到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知道他前段时间在炸这个哈梅内伊他的指挥部的时候，就他们开会的地方大概掉了35个弹，但是对他来讲就是摧毁了35个军事目标这个是很特别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不管如何，美国认为有价值的军事目标都被打掉了，所以他们现在不再使用这种高精密的、昂贵的这种精准制导的导弹，他现在开始采用更多的无人机的便宜一点的导弹，可是它效能就降低了。第一个，它容易被拦截；第二个，它的速度比它慢；第三个，它的精准度没有那么的大的情形下，那它的能够对于伊朗产生威慑或者是产生摧毁的力量也就在减少了。可是相对来讲，反过来了。我们把它称之为猪羊变色，反过来了。为什么说反过来呢？也就是说，当美国本身的跟以色列他们的防导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因为已经经过将近4个礼拜了嘛，然后今天已经礼拜5了已经经过将近4个礼拜的这种双方的消耗战，那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能力越来越差了。那越来越差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它对于它有价值的军事基地的保护能力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那因此伊朗本身的突穿，然后进行有效的攻击的这种准确度跟有效性就一直在升高。现在的您看到的画面这个是来自于伊拉克。那伊拉克政府为什么会允许他的民兵组织也就是不受控的民兵组织可以去攻击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可是这个军事基地是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也就是因为伊拉克他是不同意美国使用他境内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对伊朗进行攻击，因为第一个，伊拉克不愿意战争烧到他本身来；第二个，伊拉克本身也是什叶派的，他跟伊朗是兄弟国，所以对于伊拉克来说的话，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美国使用他的基地去打他的兄弟。那可是问题就是在美国，他根本不甩你。美国根本不甩你伊拉克，因为这个军事基地是我占有的，我使用的，那我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你管我嘞？那你既然伊拉克劝导不听的话，那伊拉克也阻止不了，伊拉克干脆开放给他的不受控的民兵组织，说你可以去攻打他。那您知道民兵组织他打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用的就是2款武器，一款就是火箭弹，另外一款就是无人机。可是这种无人机不是从伊朗飞到这个伊拉克去打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而是在伊拉克境内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周围不远的地方，
他可以用卡车，可以用悍马车啊，然后他就或者是用一个比较短跑道的，他用一个助推器就可以把无人机推出去了啊，所以他很机动性。那美国要去侦查他们很困难，所以他可能躲在一个树林里面，或者是躲在一个山洞里面，或者是一个建筑物，他开出来发射出去，飞机就飞了。飞了以后就进入您刚看到的那个，就是美国设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您看它是防步兵的，围墙不高。那可是问题是无人机就这样直接进来了，因为那些无人机是有去无回的。还有就是火箭弹也就在周边就直接打了，你根本拦不下来。那这样的情形，美国的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就越来越多的被攻击了。被攻击战损的画面一出来，这个对美国的形象跟美国的颜面就有伤了。而且现在很多的美军基地都已经被攻击了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还要去增兵，那他们要去睡在哪里呢？我就有点好奇了，我们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看到啊，这个自从川普总统就任之后，他最喜欢做的也就是现场直播。那现场直播呢，看起来它是可以打破所有媒体的相关的守门，或者是对他的扭曲，但是他自己所有的讲话或者是样态呢，也就暴露无遗，也就是打瞌睡啊。那其实真的很累，对一个80岁的老人来讲，他每天从早到晚要不断的发那个出 social， 还要来开这么多的会，然后还要应付赫格塞斯的各种讲话。不过他讲话是很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白宫现在的说法就是，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川普他将要掀起腥风血雨。什么是腥风血雨？也就是全面的作战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美国万万没想到，他的那个所有的精确制导的各种的无论是 F-35啊，或者是黑鹰直升机啊，还有最重要的 MQ-9 都已经被打下12架，另外还有被误击的 F-15E 的部分。那他到底是想要那个看到这个状况呢？那现在伊朗到底要做什么？那个美国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看美国啊，那它其实我们讲到哈尔克岛，哈尔克岛是它现在最可能马上要做的事。为什么？因为其实它只要把这一些82空降师呢送到伊拉克或者送到科威特，它就可以准备登陆。那而且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军的军事时报，它也已经证实了这件事情，也就是82空降师部分的兵力要部署到中东去。那只有这样，会不会觉得太薄弱呢？因为有一艘航空母舰还在修马桶啊，还在希腊，那怎么办？其实之前一直讲到的这个有关于布希号的打击群，其实它的打击群已经到了，只是布希号现在消失了。我们在这个美国海军学会每个礼拜一晚上，他都会公开的这一个内容里面，已经看不到布希号，他只有表示他在这一个美国的海岸边，可是其他的讯息全部消灭。那个人的研判了，也就是他会从2个角度进来。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尔克岛这个部分，那也可以从沙烏地阿拉伯这边进来。另外，也就是有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霍姆兹海峡是美国急于打通的，这样才能让海湾国家的无论是天然气或者是原油才能够运输出来，不会受到伊朗的胁迫，就是从这打进来。那这个打进来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迪利波里号，它也已经经过了这一个这个印度洋的迪亚哥加西亚岛了。这个我们透过密商的这个商用卫星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个位置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它连后备队都准备好了。什么样的后备队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它的全师号的打击群，它也在后面。那也在后面准备，那也就是刚刚主持人问的，他要睡在哪里啊？他们其实目前睡在船上啊。那也就是他现在连后备队都已经准备好了，是从圣地亚哥出发的。但是美国真正想做什么？美国如果打下这个霍姆兹海峡，他真正想做的，也就是像是直布罗陀海峡，它
掌有这个地区，可是别人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一个达到了1246平方英里这么大一个区域，然后你要多少人？你要10万人啊！你要10万人守这个地区，那就代表美国再一次进入中东的泥淖。哦，他现在只派1万人，要差了9万人呐、东哥。你知道伊朗有多大吗？伊朗跟我们新疆差不多大，大概台湾的46倍大了。你的多少军队经济都像一只蚂蚁，而且它都是沙漠，就是山，你根本一般人来讲所以川普为什么考虑这么久，一直没办法派地面部队？因为美国的原则就是我跟你轰一轰，我不要有死人嘛，对，我的子弟死在哪里，我就会被骂，国内就会反战嘛。所以当伊朗今天讲说他们已经打了摧毁了17个美军基地，然后他讲一些死亡数以色列死了1321人，然后美国600到800人，当然大家都觉得不可相信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从这场战争2月28那时候打的时候，到3月9号，美国对外公布他们死了7个人，那后来有一架飞机失事死了6个，到目前为止的数据只有13个，那怎么会说600到800？对，可是3月9号到现在，这已经快20天了，后面没有再任何死亡吗？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你有很多基地也是被轰击，而且都证实了嘛。所以当然大家都在猜测说，一定有一些数据。那美国的战争部他一定不对外公布，因为公布的话，国内就会有反战嘛，盖牌。对，那所以很多东西就盖牌了那盖牌当然以目前为止，因为川普他对外讲伊朗就非常热烈的希望来跟我们和谈呐，他们很急迫伊朗每天就打脸，你跟鬼和谈呐，你自己跟自己和谈呐，我们有什么代表跟你和谈？没有嘛那大家看到，其实到目前为止，自从哈米尼被杀了，他儿子接位以后，也没有人看过他儿子因为如果露了脸搞不好就会被杀。然后现在大家都很清楚，谁跟你谈判就会被杀，谁露脸就会被杀。那干脆大家隐藏在地底下，我们可能很难知道说伊朗到底它地下有多少工事那就像我们金门跟马祖我们在金门，我那时候读金门高中，我们高中到车站大概2-3公里，我是走地下道。我走地下道，有时候就赶路，反正就赶路就走地下道。就赶过去不要5分钟就到了那平常你要等红绿灯来干嘛？所以要知道地下工事在伊朗里面到底有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些卫星，有一些空中你可以掌握我，可是我如果在地下你掌握不到，那这场战争还有得打了。就像伊朗所讲的，这场战争要结束，不是美国或以色列决定，是伊朗在决定。而且现在中东战局是再一次出现了转折吗？因为伊朗声称他们击落了战斧飞弹这个是防空系统首次拦截美国的巡弋飞弹。伊朗声称他们在哈马丹上空击落了1枚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这可能象征着持续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过呢，目前还没有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此事。但是这就证明了什么呢？伊朗的防空能力现在根本就还在嘛那为什么它可以击中这个战斧飞弹呢？就是因为这个战斧飞弹的引爆失败率是越来越高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发射了飞弹，结果这个飞弹根本就没有去爆炸，所以就很容易被拦截了嘛。那么近期美国空袭之后呢，未爆炸的飞弹图片也开始流传了在叙利亚呢，就发现了3枚这样子的飞弹。那有1枚呢，也是在伊拉克附近被发现。2026年1月对奈及利亚的空袭之后呢，也是至少发现了4枚完好无损的战斧飞弹，它们都没有爆炸那这就很有可能这个飞弹的技术就直接落入伊朗手中了好，那另外呢，伊朗开始呢也动用了更加先进的一些飞弹了，包括了海尔巴谢坎还有法塔赫伊飞弹这2种飞弹呢都是采用固体推进器就更容易在短时间之内发射。那么高级研究员也分析了说呢，虽然现在伊朗发射的导弹还有无人机数量都减少了，但是他们的准确度是更加的精准了，而且目标呢
都是精心挑选的固定目标。好，那伊朗给对手的损失呢，其实是越来越有效的。而现在以色列呢，也是疯狂的被伊朗给轰炸，而且呢，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宣称啊，他们用无人机啊，还有飞弹呢，袭击了以色列的核设施，就是位于这个死海南部的军事指挥中心以及其核设施相关工业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且啊，伊朗的飞弹啊，在26号的早上7点到9点呢，2个小时内呢，就非常的密集的向以色列发射了4轮的导弹。以色列的中部啊、北部啊、耶路撒冷啊，通通都响起了防空警报。而且我们来看到这段画面啊，监控就拍下了什么？拍下了伊朗的导弹呢，它击中了以色列的居民区哦。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导弹就这样子飞过来了，然后汽车呢就被炸得4脚朝天，直接是飞上天了。好，那现在呢，伊朗的飞弹啊，就像是下雨一样不断的落下，以色列的医院呢也受到了相当严重的袭击，所以啊，他们医院呢也都争相的在筹取资金啊，希望能够建造地下掩体。那上周在哈戴拉呢，当亚非医院的医务人员呢，在进行心脏导管插入手术的时候，警报就响起来了，表明啊这个弹道飞弹要来了。那么医院呢也反映了这个暂时以色列各地医疗中心面临的危机。医院56% 的住院床位啊，还有41% 的手术室啊，都没有这个相关的防护基础设施，所以炸弹一来，手术怎么做呢？没办法做了嘛。好，那不过以军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反击哈，他们就声称我们大规模的袭击位于德黑兰的伊朗政权，实施了很大规模的袭击，而且呢，现在以色列还打向哪里？打向黎巴嫩，他们呢地面入侵范围扩大，向黎巴嫩南部呢增派了更多的军队，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在那边去建立一个缓冲区，同时也对黎巴嫩国的南部居民还有首都地区几个郊区呢都发布了大规模的强制牵引令，说呢居民离开，这里是我们的这个缓冲区。好，但是呢，黎巴嫩也是不断的在反击啊，所以以色列的市长呢就痛斥纳坦雅胡，说没有国家支持我们，你毁了一切。גמרתם את קריית שמונה, גמרתם את יישובי הגדר, גמרתם הכל! גמרתם הכל כבר! מה אתם עושים? מה אתם עושים, ריבונו של עולם? מה אתם עושים? או שתגידו שאתם לא מסוגלים לטפל באירוע הזה ותשחררו אותנו, או שתעשו מה שצריך כבר, ריבונו של עולם! 好，而且不仅仅是刚刚说到了，其实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以色列的参谋总长也警告内阁说现在兵力短缺以色列的国防军呢可能会自行崩溃。结果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是不断的在开战场，要去打黎巴嫩。这样打下去的话，美国还要赔吗？我们请教赖教授。以色列多点开放，多点发动战事，坦白说，这是兵家之大忌啊。一个伊朗这么大的国家，9200多万人口的大国，你都打不完了，你还去打黎巴嫩，而且还想占领黎巴嫩的南部的一个地区，而这个是违反联合国的规定，也违反这个联合国所派驻的维和部队也威胁到维和部队的安全。我们看到法国已经站出来，法国总统已经站出来，直接谴责了，欧洲也会谴责，就是说你不可以去占领一个黎巴嫩的南部。那我觉得这位市长他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不知道为何而战，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侵略这个伊朗，为什么要去攻打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如果你说当初去打哈马斯你打加沙地区，大家还觉得说情有可原，因为是哈马斯对你们突然间在海岸的观光区进行大屠杀，杀了1000多个无辜的以色列的百姓，你进行报复手段，大家还可以理解。可是你的不成比例的报复手段，已经失去国际间的同情了，也已经失去国际间对你的谅解，因为你过度的报复了嘛。你杀了2、3万、30万的无辜的百姓，那已经使很多的国际人已经对你已经开始不谅解了。你现在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国际法、联合国都认为你以色列这样做是错误的，你不可以这样做。结果你不但还继续打伊朗的过程中，你还在去打这个真主党，而真主党事实上已经跟
以色列已经休兵了，你却主动的去打，然后造成他对你的反击。而现在伊朗就直接说，我的朋友，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包括也门的胡塞组织，都可以针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舰队进行攻击，那就形成了多口开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也不是说他是吃素的，他也对于海法等这个以色列的北部的城市也构成了很多的毁坏。伊朗本身对于以色列的首都也构成了直接的攻击，而以色列本身的防空能力，就是你刚刚谈到歼2、歼3等，它的防空能力越来越弱，它本身的铁穹计划是越来越没办法拦得住，所以以色列本身的地方已经开始受到更多的攻击了。那这样的情形下，全世界还是没有人同情以色列。那也就是说，现在的以色列的平民百姓已经受到伊朗或者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说我对你以色列抱持同情的态度。我们谴责这个真主党，谴责这个伊朗，没有人这样做。那各位想想，情何以堪？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玩成这个样子，把以色列完成为在全世界天怒人怨。美国的总统川普也把自己一个美国带入一个天怒人怨的地步，然后美国总统川普的民调支持度屡破新低啊，现在是一直往下探底，然后60%以上的美国的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战争，反对这个战争，而美国的总统继续要打，以色列的总理继续要打，他现在已经搞得天怒人怨的一个地步。那我们看到以后的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结果您知道，在前几天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们开战时的内阁会议，还特别又批准再征调预备队后勤部队40万人。那等于是以色列的经济 GDP 已经呈现出负成长8.7%，也就是这一个月下来，它的本身的负成长已经8.7%了，然后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他现在还要再征兵，还要再继续打，然后以色列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防空能力越来越差，而国际间没有人同情他，没有人同情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人会给他武器弹药，所以以色列唯一的武器弹药要获得的只能从美国来，而美国现在也是天怒人怨。你想想看，这2个领导人把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搞成今天这个地步。我也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战斧飞弹很多的未爆弹，那伊朗真的有能力去逆向工程，去复制这样的技术吗？我们请教舰长。伊朗实际上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他可以交给他的老大哥俄罗斯他交给俄罗斯之后，那俄罗斯就捡到枪了。那我们讲到说也就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的发射已经变成黑色，以前发射的都是米白色的，现在变成黑色。其实这是一种逆中的涂层，然后它已经进行性能提升了。那它为什么经常被人看到还会可以被人拦截呢？因为它飞得太慢了。为什么飞得太慢？我们现在讲的飞弹都是超音速或者是高超音速，高超音速就是音速的5倍可是我们讲的战斧巡弋飞弹是次音速，而且它的次音速大概就是 0.7 马赫。0.7 马赫是什么概念那个我们偶尔出国坐的这个波音787它飞行的速度是 0.8 马赫，也就是波音787飞的都比它还快，比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还快天哪！那为什么他们我们看到伊朗的飞弹可以不断的发射？其实我们要从它的地形看起。如果大家曾经看过有部电影叫《雅果出任务》的话，你就会记得他最后带着这个CIA 的干员，带着美国大使馆的管员起飞的时候，那个山上是有白雪的，那个在哪里？就在这里就是德黑兰后面的这一座山那我们来看，它这完全都是一个高山跟高原的组合的地形。那我请问一下，它藏在里面，你是要怎么把它打出来？然后也就是伊朗给美国太多的意外了。
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大家就在讲啊，说这一个霍拉姆沙赫尔的飞弹，大家认为说哇，它的真正最强的是1.5吨的这个弹头的重量，结果他用这种飞弹去打迪亚哥加西亚岛。那问题是，迪亚哥加西亚岛只有2000公里吗？不，那也就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的最南端哦，那可以拉到迪亚哥加西亚岛上面是3862公里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它隐藏了它真正的实力，它并没有告诉大家它真实的飞行的距离到底是多远，而且美国还告诉了他一件事情，它有一枚是无效弹，中间就不见弹了。第二枚，美国发射了标准3型拦截，那意思是什么？它即将要打到迪亚哥加西亚岛了，它才会拦截啊？为什么？这一枚飞弹400万美元，那如果400万美元你打不到，那你干嘛要拦截呢？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看到啊，标准3型飞弹，它的拦截都是靠向目标的那一个，即将要被打到的时候拦截。它拦截之后，它在太空当中，它是使用侧推系统的拦截目标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美国很头痛。为什么？因为从1991年波湾战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战争，或者是斩首战，但是实际上它强调的是资讯优势。但是现在美国拥有了资讯优势之后，但是他遇到的这一个伊朗是弹海战术、机海战术，那他打得再精确，那也没用，也无法拦截。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要去打霍姆兹海峡，可是霍姆兹海峡里面有更多的反舰飞弹，还有巡弋飞弹是还没有遭遇过的。那等到遭遇到了，那当然也可能遭遇到了，因为林肯号它击落了101枚飞弹嘛，它真正遇到了那个才是头痛的难题。而且现在啊，以色列打到现在啊，里面的内部民意也开始反弹了，这会成为停战的关键吗？请教董哥。因为以色列它是本国被攻击，美国没有，美国只是出兵。可是他如果出兵地面部队去的话，他地面部队一定会有重大伤亡嘛，因为那个地形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且你进去，表面上好像部队也不少，1万人，其实在里面真的是非常小，随便被沙漠哪一个地洞里面出来的人伏击你，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掌握不到嘛。好，那大家看哦，我们今天是27号，明天是28号，已经打1个月了。好，就是1个月了，2月28打嘛。那打到现在，这个显然出乎川普跟那谭雅胡只好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嘛。因为川普本来讲说，我跟你打一打，我最多4个礼拜，然后我31号就要去跟习近平见面了，我就要吹嘘，你看伊朗有多大，都被我们美国怎么样？结果现在一直延长，他自己每次公布的日期自己就往后延，对，一直延。好，那现在就变成没办法收场。好，没办法收场。我们最近看到了大概所有的画面，很多东西就是以色列本土被攻打得非常厉害哦。那他们现在还想说派部队去，其实他们想扩大，就使命要把美国拖下水就是了啦。美国只要不撤，他就有理由就一直打下去的。好，那美国就要供应他武器。但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本土为什么被打得这么厉害？表示他的铁穹已经慢慢的没有效了。因为飞弹所谓的什么穹，不管金穹或铁穹，靠的就是拦截嘛。我打过去，你来拦截。那大家也知道大概打了1个礼拜以后，伊朗是用很低成本的东西去让你拦截。刚你听小舰长讲，爱3的飞弹1颗是400万美元啊，你有那么多钱去打吗？而且它的生产量全世界生产量1年最多就是600到800颗而已啊，那打一下就打完了。我们台湾现在的台湾之盾是怎么个概念？我们其实是分上中下3层，那这个最上层的我们叫做天宫式强攻啊，那现在中科院研发，可是你如果用这个概念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更没有用，因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它的导弹那是比那个多几百倍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用，可是因为现在战争杀红了眼大家可以看到核设施附近也被打了，医院也被打了，那现在已经大家杀红了眼可是你一打伊朗的士气如虹，因为它是一个宗教的国家
所以大家就自己来投金，就说我们要来参加国家的战争。那看到以色列是他的总参谋长讲说，我们快崩溃了，我们人员一直打，一直要到各地要去占领别人的土地。那其实打仗最主要就是士气啊，你士气打到这个时候，最后撑不住的话，那大家可以看到这2天在讨论美国的福特号航母，这烧到已经708了，这艘航母交建9年还没办法真正的接管，没办法接收里面烧的不行，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士气，因为他们的官兵太久没有休假，然后弄到里面很多东西就散乱了，所以士气在战争里面是最重要的。好，更何况现在伊朗背后还有俄罗斯跟中国在协助吗？来看到这个是在袭击英国皇家空军阿克罗蒂亚基地的伊朗沙赫特无人机上面呢，竟然是发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零件哈。俄罗斯呢，在某个共和国的工厂实现沙赫特无人机在地化生产。那每个月呢，是可以生产数千架的无人机。俄罗斯也不断的再去改进他们的导航精度、抗电子战能力，还有目标定位可靠性。那么这些的改进成果目前似乎正回流到伊朗。所以呢，欧洲就非常担心俄罗斯准备要向伊朗去提供先进无人机。好，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根据情报报告呢，俄罗斯接近完成分阶段向伊朗运送无人机药品还有食品的计划。而北约说呢，这个是属于情报事项，我们对此是予以保密的。但是俄罗斯自己也证实了说呢，确实我们有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呢，他否认有分享美国军事部署的情报。而普丁说呢，没有人能够预见这场战争的后果，还说这比新冠病毒更加的危险。好，那除了俄罗斯之外呢，中国在这之中给予什么样的协助呢？好，美国的官员就说呢，中国是向伊朗军方提供了晶片制造设备还有技术。好，路透社报道说，2名美国资深的官员透露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芯国际在1年前呢，开始向伊朗提供了晶片制造设备，说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这项供应活动已经停止了。不过中国对此就说我们跟伊朗的往来呢，都属于是正常的商业贸易。好，那现在俄罗斯去帮伊朗，结果是导致什么呢？导致美国没有空去理乌克兰了吗？好，传出五角大厦考虑要将对乌克兰的军事协助呢转移到中东。这就凸显了美国为了维持与伊朗的战争，不得不做出权衡了。那么欧洲就门户大开了，俄罗斯呢，就可以继续的攻占这个乌克兰吗？好，那现在呢，不仅仅是这个欧洲门户大开，连美国人自己也都很惨呐。来看到美股呢是创下了开战以来的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呢是重挫了 1.7%， 创下了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好，那么道琼工业指数呢也下跌了469点，跌幅 1%。纳斯达克指数下滑 2.4%， 都较今年初创下的历史高点回落超过10%。好，那这个时候这个美国的官员呢还不断的金句连发我们来看到川普呢在3月26号在白宫召开了内阁会议，那么这是一场最高层级的会议但是呢，我们先来听范斯他说了什么妙话。You talk about people who walk into a crowded supermarket and have a vest on. And they blow up the vest and a couple of people get killed, and that's a terrible tragedy. What happens when what's on the vest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kill a couple of people, but can kill many, man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 that exists for any administration at any time, is you don't want the wo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why the president is doing this. That's why the president cares so much about this particular issue. 核弹背心是有可能的吗？这句话如果说出来是我说的话，那大家可能还觉得没关系嘛，你不懂。可是你是谁？你是副总统说这种话。好，那除此之外呢？川普也说了很妙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不想看到笨蛋当总统我是唯一一个做过认知测验的总统，而且做了3次都全对谁管你的认知测验做得怎么样另外，赫格塞斯他也说了很奇怪的话。For years,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missiles could only range 2 kilometers. Surprise. Yet again, Iran lied. And to the world, I say London is 4,000 kilometers from Iran.
伊朗告诉全世界，他们的飞弹射程只有2公里吗？2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应该是2000公里吧？哈，显然他连这个数据都背错了。而这个时候呢，财政部长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在川普的领导之下啊，走在一条通往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美元指导主导地位哦。还说啊，没有什么比印有川普名字的美元钞票更能展现我们伟大国家和川普总统的历史成就了。你在这个时候竟然还要去印新钞，有没有搞错啊？好，我们来请教赖教授。讲到这个，我真的是忍不住要笑哈。我觉得他们实在是狗腿到让我们瞠目结舌哈。美国的钞票如果真的是把川普的头像印上去，或是把川普的签名印上去的话，可能很多美国人都拒绝使用这个钞票了哦。这个会造成美国的金融危机。我觉得这个是千万不要做哈，佩森特。你不要印完了以后，美国人都不使用了，马上就是去美元化更对，严重。马上就去美元化。原来是美国人自己在去美元化啊！这个贝森特，这个你当狗腿也不要狗腿到这个地步啊！这个还是要有点尊严哦。这个做人做官总是要有自尊，要尊严，要格调。没尊严没格调，那真的是人类的大笑话。好，我们会言归正传啊。坦白说，谁能够预估到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会去攻打伊朗？哦，其实就美国跟以色列最清楚嘛。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筹谋啊，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要预谋这个战争，他们部署了很久，所以假装要跟你谈判，还派他的女婿跟他的密友啊，要假装跟伊朗进行谈判，而且还假装谈得很有进展，说我们下礼拜马上要进行技术性的谈判。技术性的谈判等于是已经是有进展了，大方向已经确定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哦，喘一口气了。结果就在2月28，他就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这个大家都很错愕，大家都很惊讶。我们在台湾的时间大概下午2、3点的时候，突然间说打起来了，然后大家都说怎么会这样子？不是说谈判有进展吗？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跟以色列他们用诈术，第二个没有诚信，第三个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可是俄罗斯也好，或是大陆也好，他们怎么会知道你要打呢？那去年也就是1年前的时候，那伊朗已经下订单了，像俄罗斯也好，或者是像大陆也好，买了一些物资，这个合情合理嘛。当时也没人有意见，美国也没意见嘛，因为这些都是军民两用的物资，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贸易行为。好，你今天打起来以后，你开始去被打得一塌糊涂了以后，尤其是被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开始怪东怪西了，说哎呦，这个无人机里面有俄罗斯的零件、关键零组件，所以你俄罗斯你是帮助伊朗的。哎呦，你这个晶片里面是使用中国大陆的晶片，所以你中国是帮助伊朗的。可是对俄罗斯来讲的话，俄罗斯会觉得你莫名其妙。我跟乌克兰打了4年的战争，不是你美国跟北约一直供应乌克兰来跟我打吗？你今天跟伊朗打仗的时候，我支持供应伊朗来跟你打仗的话是天经地义的事嘛。你要不你就不要去供应乌克兰，我就不要供应伊朗嘛。那我们就让两边自己打一场嘛，你要不要啊？但问题就在于美国肯吗？欧洲肯吗？这个北约肯吗？都不肯的情形下，那美国为什么可以指责俄罗斯？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拳头硬，我可以制裁你，你制裁不了我，不然你怎么办？我想这个国际间的美国人把这种琼林法则啊玩到这么样的一个赤裸裸，坦白说也让我们瞠目结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聊。中东战局的背后是美中俄的军援竞赛吗？请教舰长。有关于俄罗斯是怎么样军援这个伊朗的啊，大家不要怀疑。我上个礼拜就在我们节目讲过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讲的这一个见证者，136的无人机，其实是
伊朗原汁原味做的，然后送到俄罗斯之后，俄罗斯把它改成天竺葵，改成天竺葵之后，它的弹头的那个重量变重了，飞行的距离变远了。那现在伊朗有难，那俄罗斯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个天竺葵拿回来给这个伊朗呢？那当然是嘛。那个上个礼拜我就是这么讲，现在几乎等于证实。那也就是啊，他通过了里海里面的安扎利港，透过这个安扎利港呢，其实就是只不到1000公里，它就可以将这一个无人机的各个零组件送到伊朗的境内，而且这边我们刚刚看过地图是高山啊。那其实美国呢也是过分骄傲，他其实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伊朗在被打了这么多次，从2024年被打了这么多次之后，他不断的进步。他的弹道飞弹上面，大家以为装的是弹头吗？不啊，他装的是集束炸弹啊。他装的是集束炸弹了之后，然后也就是说，它是打整个的一个范围，而不是单一的定点。这个让我们刚刚讲到的，无论是铁穹或者大卫投石，非常的困扰，他没有办法拦截。那他拦截了2个，他拦截不了4个。所以我们讲到说啊，现在这一个为什么以色列还有美国其实没有办法应付伊朗，真正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现在伊朗呢有跟美国打持久战的底气了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伊战争持续，结果美国官员的荒谬发言是让人听了啼笑皆非啊，董哥。对啊，所以大家看哈，川普跟他手下这些人，老实讲哈，他就是一群马屁精围绕在旁边。大家看川普一上任哈，那赫格塞斯哈把全球所有的指挥官统统招来训话，他懂什么军事啊？对不对？那很多人受不了，我不干了，一个一个不干，那他也点名一些人把人家开除哦，觉得自己好像很懂。他比川普还英明啊！哦，川普自己好像也是一个战争的专家，什么都懂啊。直到肯特这个川普的超级粉丝，他不干了。他说：“你川普在服务的是什么？你在服务的是华尔街，你为的是那些石油。”哦，他就辞职。川普还很气啊，说：“你就是孬种，你不。”他不是孬种啊，他是利扁帽部队出身，他太太是被 ISIS 杀死的。他是一个这样的战争英雄，他看不下去了。我怎么会效忠共和党？我怎么会是 MAGA 的成员？他做不下去了，没办法对得起自己良心了。其实各位朋友，大家看，美国、以色列他们打伊朗时，主动去偷袭人家，而且是言而无信。哦，利用跟你谈判的时候，你松懈的时候，突然偷偷打你。哦，那这种小人行径在江湖上都是被看不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战争带来多大的伤害，而且这场战争很好玩的，它其实是俄乌战争的延长赛啊。乌克兰的无人机去支援美国，美国说赶快来支援我，那俄罗斯说我来支援伊朗，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这就延长赛嘛。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那我们现在美伊战争打了1个月，还继续打下去，